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败得最惨的一仗，也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大捷。本期我们用 3D 动画从战略到战术等各个方面深度剖析这场彪炳史册的经典战役。1937年末，日军攻陷了古都南京，曾经的六朝繁华之地成了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。次年1月，日军开始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，打仗打的就是后勤，后勤靠的是铁路，而徐州位于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十字交汇点，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可以说，谁控制了徐州，谁就控制了南北交通的咽喉。一旦日军拿下徐州，便能借着铁路网络和平坦的地势，迅速向中原推进，继而顺势南下，直取武汉、重庆，彻底消灭中国抗战的有生力量。所以这一战对双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。自77事变后，仅仅4个月的时间，中国军队已伤亡了44万人，其中30多万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。到了徐州会战，最高司令官李宗仁只能四处征调地方军阀来组织2次防御，名义上有60万大军，实际上是由桂军、西北军、川军等杂牌部队拼凑而成，大家连最基本的沟通都存在障碍。想当年，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在淞沪一带陈兵100万，上南保住上海。如今面对2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，这些武器落后、训练不足的杂牌军又怎能守得住徐州？面对险境，李宗仁临危不乱，他先是派出自家的桂系精锐镇守南面战场，又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鼎力相助，硬是将日本第13师团死死拖在淮河一带。李宗仁刚刚喘过一口气，北面战场却被自己人捅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手握重兵，3个军家民团，兵力不下20万，又占据着黄河天险，只要稳步固守，日本仅凭1-2个师团很难突破中原腹地。可韩复榘为了保实力，竟丢下黄河天险不战而逃，将济南、泰安等战略重镇拱手送给了日本人。随着山东门户洞开，日本第10师团沿着津浦铁路长驱直入，第5师团则从青岛登陆，沿着胶济路直扑临沂，两路日军齐头并进，对徐州形成了前行攻势。徐州地处沃野平原，无险可守，运河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，台儿庄就如同它的外城墙，因此要守住徐州，必须先守住运河，要守住运河，就必须先固守台儿庄。基于这一地理形势，李宗仁以台儿庄为核心，藤县和临沂为两翼，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 V 字形防线。1938年3月，第10师团率先派出第10联队进攻藤县。这支联队自1874年组建以来，几乎参与了日本近代的所有战争，曾获得明治天皇的亲授军旗。尽管仅有4500人，但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共有32挺重机枪、72挺轻机枪，以及12门野战炮和12门榴弹炮，堪称日军精锐中的精锐。而负责防守藤县的是王明章率领的2万川军，人数虽是日军的4倍，可他们脚蹬草鞋，身披单衣，步枪基本上都是成都造的，经常卡壳打不准。稍好一点的不过是清朝末年的汉阳造，一个师仅有2挺重机枪、8门迫击炮，战斗力可想而知。其实李宗仁压根没指望这群破烂能打赢日本人，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川军为饵，诱敌深入，再让汤恩伯从外围合拢收网。这支军队装备精良，共有7万2千人，为中央嫡系的精华。3月14日，第10联队从邹县一带发起进攻，在川军的顽强阻击下，趾高气扬的日军屡屡受挫，连攻2天都未能靠近藤县。但经过细致的侦查，日军发现川军把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了外围，城内仅留有1000多个勤务人员。瞅准这个漏洞，
日军绕开川军重兵把守的外围防线，从侧面的东关对县城发起猛攻。措手不及的川军阵脚大乱，仓促间仅有3000多人撤回城内组织防守。3月16日，矶谷师团先用野炮轰开城墙缺口，再让步兵发起波浪式冲锋，其攻势一浪高过一浪。在这危急存亡之时，川军将士竟凭着仅有的手榴弹击退了日军的多次猛攻。混战中，一发子弹如神锯般连穿3人，第一个是普通日军，第二个是机枪队长，第三个就是连队长赤柴八重藏。3月17日，日军加大攻势，调来了一支重野炮旅团和一支重型轰炸机大队。落进城内的炮弹由狂风骤雨升级成了倾盆大雨，整个藤县化为一片火海焦土。日军步兵趁势攻入城内，眼看川军即将全军覆没，说好的汤恩伯又在哪里？原来日军识破藤县防御的漏洞后，一面派第10联队从东关突破城防，一面则调遣第36联队从侧面的钟鼎山绕道临城，堵住了援军来路。汤恩伯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，便遭到了迎头痛击。至此，藤县的川军彻底陷入了绝境。曾几何时，一提起军纪涣散的川军，人们无不摇头叹息，认为他们只是抗日不足、扰民有余的土匪军。很多人想不通，为什么要把这群战五渣调来守藤县重镇。李宗仁说，川军总比诸葛亮的草人好。对呀，反正都是炮灰，还挑什么高矮肥瘦？有人做钩，就要有人来做饵，不是他们傻到要做饵，而是为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，为了这个危亡的民族，愿意来做这个饵。龙文章说，答案不该是死，但他们能做的就是拿着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。得知援军无望后，王明章带着警卫排与日军展开最后一次搏杀，最终身中7枪，以身殉国。哪怕打到了这个份上，残余的几股川军仍在拿着那些破烂继续和日军战斗。炸完了步兵，炸坦克，甩完了手榴弹，用大刀，直至3月18日，日军才完全占领了藤县。4天血战，中国军队以2000余人的伤亡代价，为李宗仁赢得了宝贵的布防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一支更凶悍的日军即将登场，他就是从青岛方向杀来的第5师团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正是918事变的祸首之一。他率领的这支部队为日本的陆军甲种师团，装备了大批量的重型武器，曾在1937年接连击溃过30多个中国师，创下了钢军的赫赫威名。负责守临沂的庞炳勋虽号称有一个军团，实际上仅有13000人。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兵油子，打仗就是为了混碗饭吃，什么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，还不如一车口粮来得实在。作为一个投机军阀，他今天投靠这个，明天又依附那个，一旦金主示威，便立马转投新主子，甚至调转枪口对准昔日的盟友，活脱脱的一个抗战版吕布。不过庞炳勋的部队有个特点，凝聚力非常好。出身寒微的他，多年来始终和底层的士族同甘共苦。那些被战火冲散、被俘的士兵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便会不顾一切地遣返归队。3月3日，日军第5师团派出小股部队向汤头发起试探性进攻。庞炳勋部署在此的2个团，仅仅守了1天，便悄然后撤。这就是老手过招，不会一上来就拼命，而是先摸清敌情，探查对方的装备和战术特点，为后续行动谋划对策。次日，板垣果然派出5000多人向颐和一带发起猛攻。庞炳勋的几个团能打的、不能打的，均一字排开，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。奈何敌人火力太过凶猛，仅仅1天便丢掉了第2道防线。看似节节败退，实则庞炳勋早把主力部署在太平镇一带，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。前2道不过是试探，以寻找日军的破绽，再予以反击。
姜还是老的辣。3月5号凌晨2点，庞炳勋突然发起夜袭，措手不及的日军仓促应战，临时构筑的防线被瞬间击垮。更关键的是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双方只能贴身肉搏。日军引以为傲的重型武器根本施展不开，装备轻武器的中国军队反而在白刃战中占尽上风。经过一夜厮杀，庞炳勋硬是将第5师团打退至汤头。身经百战的板垣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的钢军竟然会被一支杂牌军打退了整整5公里，可谓颜面尽失。撞了南墙的板垣才意识到庞炳勋并非一块软柿子。3月10日，2万日军倾巢出动，并投入8辆坦克、6架飞机，向临沂的主阵地发起了全面猛攻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，短短3天时间，庞炳勋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兄弟家当便已折损大半。眼看临沂即将不保，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西北军前去增援。庞炳勋一听，心就凉了半截。两人原是师出同门的好兄弟，后来庞炳勋受蒋介石收买，反戈一击，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，两人由此结下死仇。眼见昔日的仇人即将全军覆没，张自忠却不计个人恩怨，急行上百公里，火速赶到临沂增援。3月13号晚上，张自忠借着夜色的掩护，涉水过河，猛攻日军的侧翼。庞炳勋见势，也顶足最后一口气，从正面发起反扑。顾此失彼的日军阵脚大乱，在这对昔日冤家的内外夹击下，日军损失惨重，非但没能攻入临沂，反被打退回汤头一带。随后，中日两军形成对峙，仅有规模不大的交火。据日方战报，日军在此役中一共阵亡了1400人，受伤5300人。中国军队的伤亡约为12000人。临沂一战虽是惨胜，却砍伤了日军的右臂，使左臂的第10师团孤军深入，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铺平了道路。当时池峰城率8000西北军负责坚守台儿庄，重火力虽然不多，但这支部队善使大刀，素以守城著称。从战略上，李宗仁只希望池峰城能尽量拖住日军，再让装备精良的汤恩伯从侧面包抄收网。然而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，谁又知道藤县的惨剧会不会再次重演？1938年3月24日，日本第10师团先派出一支1000人左右的步兵大队，向台儿庄发起进攻。别看人不多，但坦克大炮一应俱全，实际战斗力堪比中国的一个军。面对钢铁洪流的碾压，西北军以血肉之躯苦战11天，但还是被日军攻占了3/4的城池。眼看胜负就在一线之间，双方不断增派兵力，在台儿庄展开了极为惨烈的巷战。这座小城有个特点，上千间房屋全是石头垒成，每座房子都是一座小型碉堡，每一个街角都可能藏着致命的伏击。在狭窄逼仄的街道里，日军引以为傲的重武器失去了用武之地，装备简陋的西北军反倒在近战中占了上风。手拿大刀的他们神出鬼没，常常能对敌人发起致命偷袭，尤其是手榴弹对清除房屋据点具有极大的威力。据统计，中国军队在此役中一共投掷了30万枚手榴弹，地上的弹壳堆了足足10厘米厚。日军虽占据了大半城池，但池峰城仍凭着近战优势死守在南关一带，硬是顶住了日军4次猛攻。随后日军又调来了一批重炮，坦克更增加到了30辆。中国军队的大刀再猛，也砍不动钢铁，挡不住炮弹。至于南岸的10门野战炮，听着是德国克虏伯，实际上全是东北兵工厂的山寨货，炮弹还严重不足，只能象征性的放上几炮。别说压制敌人了，炮兵阵地反倒被日军锁定，炸了个七荤八素。不过穷有穷的打法，池峰城下令将周围村子里的木头抽水机全部搜罗过来，改装成木头炮架。炮战时，
真炮藏在木架子后面，轰完几发，炮兵立刻推着真家伙跑路，换个地方接着打。所以日军的重炮炸来炸去，都是留在原地的木头架子。当然，这么打不可能赢得炮战，能挠得对方坐立不安，同时保住自己最后的这点家底，就算阿弥陀佛了。而光靠大刀和木头炮架，又怎么守得住台儿庄？关键时刻，白崇禧终于从杜聿明那里调来了72门战车防御炮，这就是早期的反坦克炮，专用穿甲弹，能瞬间穿透敌人的坦克。这批宝贝才到台儿庄便大发神威，死死顶住了日军坦克的集群冲锋。仅仅2天，20多辆坦克被打成废铁，占了日军坦克总数的2/3，庄里庄外到处都是残骸。战防炮不光打坦克，还帮了中国军队另一个大忙。庄内的石头房子密密麻麻，中国军队会躲，日军也会躲，靠硬攻根本啃不动。有战防炮就好办了，拉到近前一轰，先把墙打个大窟窿，接着一捆手榴弹丢进去，连人带房子一窝报销。至此，台儿庄的战局重新陷入了僵持不下的拉锯战中。可人都是肉做的，不是铁打的。在日军绝对的优势火力下，池峰城已伤亡大半，将士们精疲力竭，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池峰城很想给西北军留点种，但上峰孙连仲告诉他，弟兄们填完了你去填，你填完了老子再来填。池峰城沉默片刻后，下令炸毁了运河上唯一的浮桥。自此，守军再也没有任何退路，唯有和台儿庄共存亡。此刻，池峰城唯一的指望就是汤恩伯的援军。战前上峰告诉他，只用守3天。但一个又一个的3天过去了，说好的汤恩伯还是没有来。李宗仁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，认为汤恩伯故意姗姗来迟，以借日本人的手来铲除地方军阀，坐收渔翁之利。但以当时的战争态势来说，汤恩伯非但没有这个心，反而以一招移形换步扭转了整个局势，堪称神来之笔。首先，按照李宗仁的战略，台儿庄犹如一个巧妙的口袋阵，由池峰城做袋底，把日军吸进来，汤恩伯再负责扎袋口。这一招相当考验时机，若是扎早了，敌人还没全部陷进来就溜了；若是扎晚了，袋底又可能被敌人捅破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扎袋口才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藤县战役后，汤恩伯先把最强的52军抽出来，防卫津浦铁路。这一招相当精妙，既让第10师团不敢从沿河进攻，从后方包抄台儿庄，同时也保证了徐州能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兵力物资。而在台儿庄战役中，日军飞机始终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，原因就是枣庄的一座汽油库被汤恩伯给烧了。3月31日，台儿庄即将城破时，汤恩伯终于从山里杀出来，开始向台儿庄挺进。结果刚到兰陵一带，就迎头撞上了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顺旅团。要知道，临沂一战只是击退了第5师团，击退不等于击溃，第5师团仍有足够的实力卷土重来。不过，日军的回马枪没有指向庞炳勋，而是派坂本顺绕开临沂，直扑台儿庄。让池峰城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汤恩伯突然人间蒸发了，连上峰都联系不上他。这就好比你开团的时候，李白突然掉线了。若汤恩伯真的见死不救，坂本支队将长驱直入，与第10师团会师一处，台儿庄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将士们破口大骂的时候，殊不知汤恩伯自己也险些被日军包了饺子，他才和坂本支队交上火。第10师团就派了一支精锐从侧翼杀来，转眼便对汤恩伯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这好比你正拿一个口袋去套日军，结果对方又反手掏了一个更大的口袋来套你。面对险境，汤恩伯并不恋战，立马移形换步退回山区。他不是逃，而是等待时机，重新扎一个更大的口袋。正如孙子兵法所言，将在外，
君命有所不受。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要懂得因地制宜，随机应变。如果事事都要向上面请示汇报，恐怕早就挂了。4月6日，当代底的池丰城即将被日军捅破时，消失已久的汤恩伯突然从后方杀出。狡猾的坂本顺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，提前1天就撤回了临沂。更绝的是，他连自己的友军第10师团都没透露半个字。4月7日，在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下，日本第10师团全线崩溃，如丧家之犬，纷纷抱头鼠窜。据统计，在历时15天的台儿庄战役中，日军的伤亡高达12000人，丢弃的物资战车更是不计其数，而中国军队也为此付出了24000人的伤亡代价。坚守台儿庄的池丰城所部8000名弟兄打到最后只剩下了1400人。战役结束后，池丰城拿起一块雨布，默默地走到硝烟中，把弟兄们的残肢断臂一块一块地捡起来，小心翼翼地包好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想带他们回家。